上回说到，阿娘因为做了次子仪式向其道歉，却因为哭得楚楚动人，让达米安怦然心动，嘴上说着不会原谅阿娘，但其实一股奇妙的关系已经悄然在两人之间诞生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头疼的都是劳埃德。分母是3，也就是1/3，换句话说，3个1/3合起来就等于1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的确是很简单，但对于刚上小学并且上课还睡觉的阿娘来说，就完全听不懂了，头都给听冒烟了。看到一旁正打扫卫生的约尔，让他们先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行，今天真的必须把这里学完。因为前几天和达米安的事，导致 B 计划拉关系大作战完全破灭了。那样的话，就只能按照原本将阿娘培养成特等生的 A 计划了。不完成这些的话，就别想看晚上开播的简历动画。这对于阿娘来说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那干脆就读取父亲的心声，赶紧把题做完吧。可刚这么想着，阿娘就后悔了。劳埃德嘴上说着简单的公式，但实际心里想的却是各种关于建立计划的草稿，各种模拟又推翻，大量的情报涌入阿娘脑子里。本就晕乎的她更是眼冒金星了。见约尔关心的走过来，阿娘也将目标指向了他。母亲的话或许知道这个问题。让我来看看，分母是5，所以是1的5等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先将四肢和躯干分开。可这样的话，头就会变得很多余。再然后的话，阿娘就听不下去了。这母亲满脑子都是可怕的想法。读取父母心声的计划瞬间就告破了。毫不知情的约尔还一脸紧张地问他没事吧？再加上劳埃德又突然冒出来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他究竟哪里不能理解。劳埃德的心声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阿娘嚷嚷着不想学习，就跑进了房间里，将自己关了起来。见这状况，约尔不免有些担心道：“学习这种事情，还是不要逼着阿娘来比较好。”但劳埃德表示，这些都是为了阿娘能成为特等生。约尔疑惑地问道：“成为特等生是阿娘的期望吗？”听着这话，劳埃德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，总不能告诉约尔这是为了方便他实现任务吧？约尔接着说道：“为了避免被退学，学习当然是必要的，但他还是希望在这过程里，阿娘是开开心心的。”约尔的话也算是点醒了劳埃德。对呀，对阿娘来说，学校的成绩想必不在他关乎的范围内。想到这儿，劳埃德向约尔表示了感谢。他一遇到和孩子的事就缺乏冷静，调整好心态，夫妻俩也不再纠结于房里的阿娘，让他自己待会儿应该就会出来了。不过阿娘的闹别扭倒是让约尔想起了他和弟弟的往事。反正闲来无事，劳埃德便提出让约尔小姐讲讲他和弟弟的事情。约尔一想起弟弟，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说起小时候他们姐俩经常一块儿学习，但说来惭愧，反倒是善于学习的弟弟常教他各种知识，比如拿着令他害怕的昆虫图案教他如何分辨。每次出了表扬后，弟弟都会超级开心，可能是觉得教约尔念书很好玩，后来就算不管他都会一个劲儿的学习。听了约尔的讲述，作为旁观者的劳埃德倒是看得很透彻，是因为姐姐的认可成为了弟弟学习的动力，所以他才努力学习的。这些伤脑子的东西，约尔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说起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劳埃德先生成为阿娘学习的动力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就算是很小的事情，对阿娘给予表扬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呢。相信那样，阿娘也会很高兴的。虽然约尔对动脑子仪式不是很擅长，但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劳埃德提出他所忽略的东西。给予表扬的方法的确很好，但劳埃德还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，毕竟他也并非阿娘真正的父亲。是啊，我首先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父亲，这才是此次任务的根本。然而，反观我至今为止的表现，作为一名父亲，我实在是……就在劳埃德在心里自责的时候，约尔突然说道：“劳埃德先生一定没问题的，请拿出自信来。阿娘不是曾说过吗？劳埃德先生是100分的父亲，所以对于阿娘来说，劳埃德先生已经是非常出色的父亲了。”约尔的一番话让劳埃德丧失的自信渐渐恢复了，他会心一笑，向约尔表示了感谢。约尔说了这么久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外人，是不是又自以为是的多嘴了。但劳埃德一听，笑着向他表示：“约尔小姐现在可是阿娘的母亲呢，这理应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还得靠你呢。”夫妻俩相互给予对方鼓励的话，让屋子的气氛变得更融洽了。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劳埃德也提出让约尔和他一块替阿娘辅导功课，约尔表示非常乐意。冷静下来后，劳埃德也仔细捋了捋任务，他的确是有些过于着急了。假如暗杀德斯蒙一人就能了事的话，那办法多的是，但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要投其所好，取得对方信任，坚韧不拔的完成先决条件，才称得上王牌间谍。所以首要任务便是足够了解阿娘。想到这时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劳埃德决定还是去找阿娘好好谈谈。约尔则表示去把衣服给洗了。阿娘，间谍动画要开始了哦。刚才是我不好，快出来看动画吧，之后我们再重新调整一下学习方法。听着半天没动静，劳埃德打开了房门，原来阿娘已经趴在课桌上睡着了。看着她身下还压着课本，看样子是有一个人学习过。这时阿娘的梦话恰逢时机的冒了出来，为了父亲，阿娘一定会得第1名的。劳埃德笑着叹了口气，将阿娘抱回了床上。间谍动画的话，他一会儿就把阿娘录下来。可刚把人放在床上，就听见了阿娘第2句梦话：“母亲不可以杀掉父亲哦。”劳埃德不禁吐槽道：“这究竟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呀？”一整天都围绕在阿娘身边，为了扮演一名出色的父亲，让劳埃德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：要是拥有了真的家人，会是怎样的感觉呢？而与此同时，伊顿公寓楼下，在聚会上，约尔那讨厌同事的老公一眼便看到了约尔的弟弟尤里的身影，相继热情的打招呼。工作繁忙，难得回家一趟的尤里正想询问姐姐的男朋友一事，却突然被告知姐姐居然瞒着他已经结婚了。
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今天的国家任务实质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布置甜蜜的婚房，迎接小舅子的到来。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。那么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